不如就在京里等着，四处都有公文张贴，万一找着了，便会有人来报你，岂不更稳妥一些？没用的，京城里城外四处我都找遍了，这个女人狡猾得很，张贴告示都逮不到她，怕是已经改头换面了。我亲自去找，说不定能多认出来些。昌哥是个好孩子，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被家事所累，过着无父无母的日子。就算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找回来。可这人很忙啊，去哪里找？石头本来就是曹帮的，他的兄嫂在曹帮也做了头目了。我觉得他们的消息多少比官府灵通一些。况且我在汴京城已经声名狼藉了，出去见见另一番天地也好。再过2个月，我就要成亲了，不如喝过我的喜酒再走。哎，不去了，我就不登门去喝你的喜酒，免得把我这身晦气传给你。到时候若影响你的大婚，这真是作孽呀！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。长婉，你比我的亲兄弟还要亲，我不想拿你的事来冒险。好了，不提这些了。江湖如远，一切消息早些回来。今日这生辰，我算是过不成了。顾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和我们祖上好歹沾亲，还是不要惊动为好。是啊，好在不是整寿，不过也罢。待过整寿的时候，一定风风光光给你过一场，烟花也放，彩灯也扎。总觉得这幅画着不像是母亲。来，你过来看看，能瞧得出来是母亲吗？瞧这莲花冠，除了娘娘，谁家有这种莲花冠？那好，那你赶紧把这些画送过去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要用膳了吗？厨房说确实可以用膳了，叫奴婢去催催。不用了。父亲、母亲，不为，说人齐了，叫沈厨动锅上菜。是。母亲。今日是您的生辰，您上座。父亲，哎呀，你这个小猢狲，又闹的什么鬼啊？我想着，母亲这一次的生辰，不宜大办，可也不能这么糊弄就过去了。我特去樊楼，请了大厨，为母亲做一席来，咱们吃个新鲜。你有这个孝心就好。也没必要去樊楼要厨子，我们家的宋娘子也做的一手好汤水哦。就是，母亲，您不知道，我这次要的是沈大厨娘。他们樊楼近日会了一个新的式样，既不煮，又不是炸，却在煮炸之间，他们给取了个名儿，叫做炒，非得现做现吃才最有滋味。
也听说过炒，就是没尝过。果真鲜嫩，就你这小虎崽子主意多，算是托你的福了。花样且多着呢。所谓烧香点茶，挂画插花，四般闲事，不一类家。我不曾假于人手，亲自画了画。母亲若想夸我，多想想字儿，待会儿一句一句慢慢夸。不为。挂灯。娘子，你看，娘子，这是你呀！今日觉得养你一场，没有白辛苦。往日啊，看着你就是个孩子。今天看到你知道疼我，疼你父亲，那就是长大成人了。你可得好好读书啊，上了榜，让京城所有的人都看着，咱们公府的孩子，那也是真材实料的上科场。知道了，母亲。是啊，上了科场，然后再说上一门亲，我们就放心享福了。都说成家立业，又说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我瞧着，都是先成了家，这才站上朝堂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心里有一个人了，想着让父亲母亲替我去求亲。你怎么就有人了？啊，你有什么人了？不是你做了什么错事儿吧？没有，当然没有了。我心里敬他，爱他，我觉得连头发丝儿我都没碰过。既然是要提亲，那就不是家里这些的。不过每天你不是书院就是家里，能看上什么人呢？母亲，您就放心吧，定是好人家，书香门第的姑娘，虽然比我们家差了一些，可也是累世官宦。母亲，您就先答应我了吧。你看上盛家六姑娘了，你为了那姑娘，在马球赛上对战顾家那个孽障的事情，都传遍东京了。我原以为这些日子你好好的读书，男子汉，一时逞强斗狠，那也是常事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你装了2天老实，还炒了菜，又走马灯，原来你不是真的孝顺。我还洒了2滴眼泪，哼，你骗得我好啊！儿子给母亲做寿，儿子是真心实意的。母亲，我只是求您帮我去说个亲。我若是能娶了她，下次科考我定会榜上有名的。你愿意娶五品官的庶女为正房大娘子，我和你父亲还丢不起这个人。母亲，从小到大，都是您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这一次，我求您就依我一次吧。下次春闱，我定会金榜题名，
为母亲和齐国公府争一回光彩的颜面。你小的时候，从来不曾让我们操过心。看看隔壁顾家那个孽障，我们已经很知足了。现在门第不齐，这样吧，既然你如此喜欢，那就把她讨过来，做个偏房，做个贵妾。不成，这绝对不成。你父亲孝着让了你好大一步，你还敢驳他？母亲，他怎么能给我做妾室呢？齐国公嫡子的妾室，你的盛大姑娘，倒是眼睛长到额头角上了，还看不上了。母亲，他们盛家也是累世官宦的，祖父得过探花郎，父亲在朝廷之上是一股清流，素有雅望，更别提他们的嫡长子一举重磅。她虽然是个庶女，可是从小养在老太太身边，老太太是永义侯的独女，这也算匹配得上了。母亲，我求你了，我就想要她一个。元若，你什么呀？父亲，你帮我劝劝母亲吧。我若是能娶了她，我绝不会再纳第二个，我定会用心读书，只攻仕途，光耀门楣的。前些日子，我接到了请帖，说是盛家大儿子要和海家结亲。是海家，海家一门吴翰林，他们同意和盛家结亲，就是因为看中盛家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到时候，我们一起去婚礼，一家子去道贺吧。母亲，那您是同意了？多谢母亲，多谢母亲。小桃姑娘，你来游幸的。多久没见了？这么巧遇到小哥你啊？什么巧？我是特意等你的。你赶紧回去告诉你家六姑娘，有一桩大喜事。大喜事？姑娘，姑娘，魏姨母的信。姑娘，我方才去极地铺取魏姨母信的时候，瞧见了小公爷身边的不围。小公爷让他带话，说和家里商量定了，过些日子常摆个喜宴，郡主和公爷都要过来吃喜酒，到时候就要和家里提亲，求求姑娘你。啊？哎，姑娘，你来了，怎么不进来呀？王妈妈，我没什么事儿。王妈妈，哎，我想找祖母聊聊。崔妈妈，单局。这几日务必把木仓斋守好。该说的话一定要说，不该出去的人，一个也不准放出去。是。小桃在。今日你和姑娘说话的时候，旁边可有闲人？奴婢小的轻重。等屋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关了门，我才凑到姑娘面前小声说的。好孩子。
你把这些话都烂在肚子里，一生一世不许吐露半个字。奴婢知道。你是姑娘身边的人，从小陪着她长大，是最得力的一个。倘若你吐露半个字，毁了姑娘的清誉，我便将你乱棒打死。奴婢死也不会说出半个字的。去吧。院里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都挺好的。前些日子，宁远侯府出了些事儿，想来大娘子现在更紧张长柏哥哥些，估计过几日就要忍不住过来了。这些事情你都办得很好，怎么到自己的事情就……我在小娘灵前已经拒了他。你拒了他，是你心里烦他、厌他了，还是什么别的？但凡做事情，自己心里要想明白，究竟要什么。我们做女子的更得想明白，千万不能被书里那些酸儒的话骗了，也不能被自己热血一上头给骗了。我既已经拒绝了他，就没想什么后果。可谁知他竟同郡主娘娘去开口，那他心里就还是有我的。哎呀，七大非偶啊！虽说男嫡娶女高将，可你爹爹和齐国公府相差实在太远。小公爷能护着你，可他终究是前厅的人，出门上朝、回家应酬，能照看你几时？后院都是郡主说了算，他的脾气遍东京都知道。我都想过这些，可你想出什么结果来？我就是心里高兴，可又不知道有什么结果。反叛朝廷，灭门之罪，刺杀皇子，当诛九族！杀！放！
快快放下武器！后面自有风亲因子，带了你们赵家父子的人头回去给昭德皇帝，那也是一番的风亲因子。大胆上！在那儿呢。正是，今日救了我赵家父子的性命，我赵策应感激无尽。这救命之恩，实在不知该如何报。哎，不必客气。壮士年纪轻轻，却如此武艺高强，不知尊姓大名。我姓白，叫白夜。这个是海家刚刚送来的嫁妆单子，姑娘看看。这是二嫂嫂的私人单子，这应该是母亲看才对，我就不看了吧。大娘子特要我送来给姑娘看的，说姑娘是如今家里的管事，别管什么私房，总归得过了目才是。这是母亲抬举，我算个什么呀？行了，那就当是看过了。以后二嫂嫂都进了门，我这当小姑子的可不能再僭越了。这个是海家单独拿过来的，说是象声花，不值什么。家里姑娘一人一份儿，讨个新鲜劲儿。姑娘或用或赏，都是海家的一点小意思。呀，真好看，跟鲜花一样。二嫂嫂人还没进门，就这么疼我们小辈的了。刘妈妈，您不忙吧？吃盏茶再走吧。昨天刚到了小龙团儿。哎，这是海家大姑娘送来的象声花，咱们替你留了最好的一朵。银星姐姐，我也帮你带上吧。你哭什么哭？简直给大娘子屋里丢人！大喜的日子你也不嫌晦气。我自哭我的，又没有招惹你。咱们在六姑娘的院里伺候，收的是二哥的喜庆。你竟寻主君家这种晦气，你要哭啊，滚出院子里哭，别在这里嚎丧。你有你娘刘妈妈罩着，不管到哪里都这么指指点点的。你问问这屋的，谁看得上你？看不上我，难道看得上你？每次二哥来，你都凑上去说话，是你说话的地儿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你这么浪出火来，还想提二哥、三哥呢？也不瞧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关我们三哥什么事儿啊？你要说这贱人你就说，可别扯上我们三哥。他就算不是个东西，也是个正正经经做女使的，哪里像你，破了身子又不收房，
巴巴的送到这院子里来，同姑娘同居。小贱人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看我今天不撕你的嘴！哎，别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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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这都反了天了，姑娘可快点处置了吧。没错，是要罚的。我瞧着，就罚半个月的月钱。六姑娘心慈，可我们院里都听说了，那个叫什么可儿的，居然在路上和三哥拉拉扯扯。这管家可不是只管钱粮的事儿，家里的风气名声才是一等一的要紧。刘妈妈，您这话说的，这可儿本就是三哥哥屋里的，是哥哥割爱才给了我。人家过来，我应该疼他才是。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去责罚他，那若三哥哥知道了，不得怪我呀，还更显得我不知好歹。这怎么是小事儿啊？都在姑娘院里打起来了。再说了，不光是可儿，我二哥哥来时，那银杏也时常说两句。那是人家心怀旧主，人之常情嘛。我听柳姑娘这话，就知道她是个软弱不肯出头的。先去把我家九儿打了一顿，又去敲打银杏，告诉她老实点儿，别胡思乱想，动咱们二哥的心思。谁知道这个小丫头竟然同我说：“妈妈，少操些心吧，我如今是六姑娘房里的人，姑娘都没说话，您管的哪门子事儿啊？”大娘子，海家姑娘马上就要嫁过来了，顾家为了一个女人闹翻天的事儿，要是在咱们盛家再上演一出，那可就……谁也别想挨着我家长柏的路。都处置了吗？都。我们既不能留人了，隔壁那贱人的耳目就更要切了。你们真是太不成体统了！刘妈妈一个外客来都见着了，今日不罚是不成了。但凡是动手的，一体罚没半月例钱。母亲进来了。你既面活心软，好说话，我只能来做这个恶人了。母亲，您不用担心，我刚刚已经罚过他们了，日后他们一定好好干活。你呀，还是小了点儿。虽然是掌管了家了，银钱出入有账可看，可这御下之术上，你们是半点也不明白。也怪我没同你说清楚过。今儿我帮你料理的这事儿，你在边上看着，就算是我教你了。母亲这样，我这还有三哥哥房里，我难道还怕他？九儿，上茶。是。听说你在这里吆三喝四，六姑娘不罚你，那是她面软心慈，你倒好，仗势抖了起来了。
大娘子恕罪，我是一心向着姑娘，这才啰嗦了些。既然这么爱啰嗦，那就回我院里啰嗦给我听。我还不滚出去！哪个是可儿？奴婢在。哦，果然娇滴滴的可怜样儿。听说你每日吟诗作对，插花做茶，竟不是来伺候人，像是来做主人姑娘的。奴婢也做了分内的事儿，都是闲暇的时候才弄点小玩意儿。贱蹄子，敢跟大娘子顶嘴，你哪里学的规矩？再有一句，被打烂你的嘴！你吟诗作对也罢了，就当是附庸风雅吧，偏还在院里对爷们儿拉拉扯扯的。你这么惦记原来院子里的人，你还过来干什么？来人，按住了打！大娘子，今儿里都是三个字拉着我说话的，不关奴婢的事儿啊！大娘子，大娘子，今儿里都是三个字拉着奴婢说话，不关奴婢的事啊！大娘子。不动！银杏儿，你跪那么远干什么？过来，到跟前儿来。你和可儿往日里可还亲厚？不算亲厚。我想你们当是亲姐妹才是，要不然怎么这行事做派如此相似？没有，没有，是吗？那你就跪过去，看着他，替他把这板子报个数吧。去啊！给我打！大娘子，已经晕过去了。得了，找个郎中来，发回灵七阁，交给三哥吧。是。银杏儿，大娘子，听说你还惦记着我院里的人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跟我回去吧。大娘子饶命！大娘子饶命！六姑娘，六姑娘，你救救我！母亲，不然你自己理不好事儿，弄得这院子里鸡飞狗跳。我帮你料理了，你可别再当好人，砸了我台子才好。听说你剑斩砸了4、5个，幼阳老家送来的东西你也给碎了，好大的谱啊！通遍京城，谁家养得起你这样的女使？刘妈妈，拿了她的身契，找个人牙子打发来。是。
子木，我给你选一个隔香片吧。放着。所以，你这是故意的。你是故意纵着这些送过来的丫头，纵得他们不知天高地厚，一个个不是招惹长柏，就是招惹长风，再不然，就在你屋里吆三喝四，摔碟子摔碗。是。你心里明白，林七阁那位不喜欢可儿，才把她塞到你房里。我知道，那可儿性情软弱，只知道依附三哥哥，所以每次三哥哥来，我都会特地让可儿去他的必经之路等他。你怎么想到这一步的？我就想，若是大娘子知道有机会把他塞回去，恶心林小娘，那她一定不会放我。你这倒算得很定啊。另外几个也是你养出来的？是。就是您不知道，那个媚儿就成天在我屋里翻东西，翻到点什么就回去跟林小娘嘀咕。大娘子惦记我屋里那套幼养老家送来的大玉川先生已经很久了，我知道只要他一岁，九儿就会立刻回去告诉他。其实这个九儿倒也没什么，就是这个银杏有些棘手，他必定是大娘子屋里安插来的。不过幸好他一直惦记着二哥哥。其实，当初刘妈妈因为这个事儿呵斥过他，我还拦着刘妈妈让她别再说银杏了。可谁知道这银杏却被我纵得无法无天，追着二哥哥要伺候，那二哥哥又是大娘子的心头肉，我那……你说你错了，啊？那你错哪儿了？说来我听听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。